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爽！这里视野好好。哎，看这大好河山。喵咪，别跑啊！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爬这个天目山。天目山在杭州，在浙江江浙一带啊，都是很有名的一座山峰。很多人逛遍了杭州的西湖、古镇，却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向西呀，藏着这么一个高山。它是整个江南最原始的千年森林。西天目山是被时光遗忘的一个秘境，这里有12000年的古树，千年禅林古寺，整片从未被过度开发的原始柳杉林。今天呢，我们全程的纯徒步爬上去，解锁江浙最静谧的山野秘境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，看看几点。现在是10点22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徒步往前走，還沒有進景區大門。大概查了一下它的簡介，這座山上有一個大樹王，有12000年的樹齡。山下呢就是這個千年古寺啊，叫禪園寺。還有不光是萬年的古樹，還有1000年的古樹，比比皆是吧。登山入口，剛剛進入景區，這裡還是非常安靜的，沒有那麼的喧囂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也許是這個原因吧。只有這個時候來才是最安靜、最清靜的，能讓大家一起體驗這種原始森林這種秘境的感受。到了山腳下了，山腳下的景區就叫天目勝景，這裡有禪園寺，周恩來演講的舊址，平均樹齡212年，最大樹齡800年。我們走到山腳下，最先遇見的就是這個西天目山的靈魂啊，這個祥源寺。很多遊客來天目山呢，可能只是顧着爬山了，但是它的文化靈魂卻可能匆匆忙忙的看一眼。這個寺廟還是很有歷史的。禪那為宗，傳佛陀心印，源流乃主，入正定法門。這座寺廟始建於明代，是江南知名的臨濟宗的祖庭，距今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了。這個寺廟在這裡是真的是非常的安靜，被群山環繞，而且1000年的古樹環繞，特別有精靈的那種感覺。這裡還曾有詩雲啊，古人說天目千重秀，靈山10里深，說的就是這裡的景色。山長古寺，寺隱林海，這也是西天目山最獨特的禪意美學。
康熙4年，御林国师职。爬一个能上去。蛮遺憾的，這座古塔不能走近，它不開放。這座塔真是巍峨呀，我們只能在下面看一看了。1939年，周恩來曾經在這裡演講。浙江大學西遷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嗎？這裡也是浙西一中天目山建校紀念碑。我靠，9公里啊！9公里，我操，要瘋了！那也得爬，走。看到这個牌子，還意味着我還沒有進山門嘞，還沒有檢票嘞。悠悠天目，既深情名山，能有幾回登？哦，這是管理局設的哈。背面還有背面。嗯，暢遊大樹王國，回憶美好永恆。哈哈，沒有詩的感覺，主要是。哦，這就是大樹王是吧？
這得爬到山頂上才能看到。5.5公里。啊。这上面慢慢走，最是5点啊。开始往上爬了。刚才的检票大爷说是到大树王还有5.5公里，努力爬呀。夫妻树。就这样一个。就这一个。呀吼啊！石头上有字。休息一下。我靠，这么大！我操！我靠，这个大树已经够粗了，只不过它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大树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很期待。下面一个女孩独自来爬这个山。我操，这块大石头！兄弟姐妹们，看一看这个大石头。哦，刚刚搁这洗一把脸，非常凉爽。修整完毕，出发。我们府铺去看一下。
越来越接近山頂了。七里亭、绵牛亭到了，前后去。江山如此多娇。那里高峰塔院，这里有一位高僧哎，这就是高峰禅師，这位是阿彌陀佛。张道陵出生修炼之地。够不到。真是道地升天啊！兄弟姐妹们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修仙成神绝佳的地方。这个大树怎么上去啊？能上去啊？哎呦，不行！我靠，这个树！啊，这个我要去拍照。我就说我怎么没看到这个树嘛？这树怎么拍呀？爬到里面去吗？不用，你就坐在上面。哦，凳子这样子啊？啊，可以的。终于到了大树王的景区，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大树王这样景区的一个片区。身后看到的这些一片山林，就是大树王景区的一大片的柳杉树。柳杉树最少的是上百年树龄，最大的就是上千年，这里比比皆是。眼前这一棵就是西天目山最知名的大树王。这个千年的柳杉，在清代呢是被乾隆御封为大树王，树龄超过1000年，树干粗壮到需要5、6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，历经了1000年风霜。只不过呢，它现在它是20世紀30年代的时候就已經開始枯死了。這樣一棵大樹王，即使是這樣，它也屹立了100年了。把这个跑到熟了以后呢，相当于很多船的经验。我們再去看一看新進的新大樹王。我猜看到的這棵就中間這棵就是。
這個新進的大樹王應該就是这个金千松，它的高度有58米。金千松非常的笔直，虽然说它粗细还没有那个大树王那麼粗，但是它也足夠的這麼的參天大樹啊，這麼高，這麼挺拔，直衝雲霄。沒有介紹它的年齡有多少，也得上千年了。我操，这是，我靠！这是給枯死的樹塗上了油了，防止它繼續腐爛。這就是開山老店了。这啥意思呢？啊，你在录呢？祈福呀！哎呀，看这个！我操，树龄1000年。据說有一個銀杏樹哦，12000年的樹齡哦。在哪裡啊？就下面。在下面。这里視野也好好哎。我不知道下去要下多久哦。我就在這張眼。我這裡視野好的。太爽了，這也。你東北人啊？對。哇，爽！這裡視野好好。五世同堂的樹，查資料說的是它的樹齡達到了12000年，但是在這個宣傳板上倒沒有寫出來哦。它是世界公認的銀杏始祖，同一個樹根生長出5代不同樹齡的枝幹，老樹不死，新枝永續，是自然界極其罕見的生命奇觀，也是這片秘境最珍貴的自然的活化石。哇！考驗體力的時候到了。朋友們，這麼陡的階梯，我先來打個樣啊。哇，很陡。
亲愛的太陽先生出來了。朋友们，我已经爬这么高了，就快要到頂了。啊，倒挂莲花。上面就是四面峰了，这是必须要到的。它是制高点，可以俯瞰全景，据说是。我一定爬上去。朋友们，鼓勵我，体能有點跟不上了。哇！哇！太漂亮了！江山如此多娇。还是喜歡用這句話，連綿的青山，能明顯感到我所在這個位置是制高點。雖然是太陽快下山了，是下午4點半的樣子。但是這個景色也依舊很美。看這大好河山，朋友們，你們想來嗎？想來的話，我可以給你們帶路。我想再來一次，一覽眾山小，很棒。喵咪，別跑啊！喵喵喵！開始準備下山了，去看看現在幾點？4點56。我相當於11點半往山上爬，花了5個小時啊！這麼多小時的純徒步，從山腳下的古寺走到1000年的林海，感受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。我一直覺得旅行最好的狀態不是走馬觀花打個卡而已，還是要沉浸下來，
沉浸式的去體驗一段風景和風景後面的一些歷史底蘊、文化故事，才能說哦，我看到了美景，我也知道了背後的美好的故事，這才是我覺得完美的旅行。不知道你認不認可，朋友們？如果你也偏愛這種安靜的、有歷史底蘊的風景，這裡一定是你不能錯過的地方。如果你喜歡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跟隨我的步伐，我們一起去探索有文化故事的小眾秘境。我得抓緊下山了，應該是沒有公交車了，最後應该是還是返回走下山，大概需要2个半小时。說是下山快，但是俗語都是說的上山容易下山難啊。要說運氣眷顧於我嘛，碰到一波人是景區的，他們還有車，還能跟着他們下山。